上班生活压力大，回到家看见自己心爱的宝贝，仿佛能够消弭一生的苦痛，度化一切的灾厄。俗话说得好，钱钱没有消失，只是变成喜欢的样子。哈哈台租屋大调查第13集，我们前进受访者的家，看看大家的家中都有哪些特殊的收藏。首先是出现在我们市集影片的 Andy， 他位于泰山的家阿姆哥。所以其他人是真的租。好，对啊，对啊，我们是租屋处，对啊，我们是租屋大调查反正都是家嘛。被自由宅骗进来了，不过来都来了，直接开箱他的追星宅，进来就可以马上看到全部的追星东西，非常明显。对，都贴在墙壁上。对，这是冰球乐坛的萌结纹。然后为什么它有一个单独的？这是抽奖抽到的。哦，你会觉得这一块有一个熟悉的东西吗？这有个熟悉的，我看。好，这个贵宾是我们婚礼的那个吗？其实我在这一场比较想要抢。原来就是你啊！其实我的房间最主要就是这一面啦，我把尽量能摆都摆上去了啦。它这里还有一个古董，这是什么 ？Walkman 这个你的年代有经历到这个吗？没有，这个是我阿伯给我的。哦，然后那你知道它怎么用吗？我知道我会用，我小时候也是很爱听 CD。会用到录音带是不是？就那录音带也太久了吧，那边有一小区。有录音带。对，有一小区啊。你可以拿一个来放动。好，应该就是它吧。见证奇迹的时刻哦。好。绕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像想不到吧？第一个追的星就从国小的时候就开喜欢 S.H.E， 像9令的话就是也是国小就很喜欢，然后9令啊五月天什么。等一下，那蔡依林跟那个 S.H.E 比起来是 S.H.E 吗？对 S.H.E。听说每个喜欢 S.H.E 的人，他们都会幻想自己是里面其中一位。你有幻想过自己是谁吗？明显就是 Ella。像这一部分就是中间的区域，就是留给我最爱的 S.H.E。中间是最爱区。对，个人专辑 Selena、Hebe 跟 Ella 的3个个人专辑这样子。那个 Ella 一定要 Ella， 因为他是 Ella 粉。我觉得我人生追星的最疯癫、最高峰，应该就是我今年4月去 Ella 她的新专音乐会，然后我上台跟她合唱。你有特别的琢磨哪一首歌，然后它的段落吗？还好，因为我自己其实去 KTV 唱，你知道我朋友都叫我老灵魂，因为通常去跟同学去唱 KTV 的，不会有人会唱 S.H.E。什么？不可能！等下你几岁18。18岁没有在唱 S.H.E 吗？比较少，我就是少数那个。S.H.E 是老歌吗？不可能！毕竟他们上一张专辑2012了啦。那想问一下，你们同学会不会很多人不知道田馥甄就是 Hebe？有，就是要跟他们告知。叫 Ella 邓家桦吧。没关系，也有人不知道陈嘉桦是谁。除了专辑以及周边之外 ，Andy 也收藏了许多票根。不过，这张是我网络收的啦。网络收的，你收别人的票根干嘛？你拿别人纪念用啊。这一张你花了多少钱买？好像1000多块。天哪！你只拿票根就1000多块。那我以后应该把一样的票真的好丢震惊掉哦！我都丢掉哎，我少赚了一手哎。你自己就是初估一下，你这边这一柜包含这一本这样，你大概花了多少钱？其实光那一本就10万。而且等一下，你现在才18岁。对。所以你要知道哦，这个不是他花钱，这是他妈花的，就他妈在追星上面花很多钱。对啊。不知道现在投胎还来不来得及？你看，看，这是解答之书阿美版。哦，他有出自己的解答之书哦。对，而且所以你有使用过它吗？哦，当然是有啊。你要不要问一下上租屋大调查是不是正确的选择？好。之书啊，我这次来上租屋大调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好紧张哦。你是我的宝，为你感动骄傲。我觉得他有点以毒乱回。已购买小孩爱吃赞。虽然身为 S.H.E 的铁粉，但他一场演唱会都没能到场过。那我人生最后悔一件就是我没有看到17的演唱会，因为17那时候我已经在追 S.H.E。那怎么会没有追到？对啊，我被害死。他因为他有被抢票有设那种题目嘛，我记一辈子，气死。他要排就是4次巡演的顺序嘛，然后第2场巡演呢叫移动城堡，有一个选项叫移动汉堡。你选的移动汉堡？
因为最近不是 Energy 合体，对，就是每次看 Energy 的影片，就是大家好，我们是 Energy， 然后什么 Energy 回来了之类的，看了就有点就是会不自觉就想到 SH， 就会很想落泪。如果他们未来又合体，他们要抢票，那你觉得可能那个题目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吗？我觉得可以，就是考一些更 detail， 就是真粉丝比较会知道。什么是真粉丝？对，你给他们一些题目嘛，搞不好他们之后对啊，给他们真的要办。我觉得可以，就是比如说，就是写一首歌名，然后你要回答出这是哪一年发行在哪一张专辑。太难了吧？还好吧。啊，天辉是哪一张专辑？天辉是2005年不想长大的专辑。波斯猫2004年奇幻旅程。Superstar。2003年第5张专辑 Superstar。不想长大。2005年不想长大第8张专辑。天哪，还有什么？考不倒他。还有什么歌 ？Hebe 的生日。Hebe 的生日330想想你。Ella 的生日618。Ella 结婚纪念日。我操！怎么真的不知道？抢票大苏败。接着我们来到内湖区的小雨家。进来有一种就是欧洲的感觉，就很有欧式风格啊。最值钱的应该是有点最值钱，就是最喜欢的东西了。外面这些是我家人的牙齿。你家人的牙齿？你老一辈的牙齿是一排的，是不是啊？对啊，有一排的。那为什么要拿？眼球也是啊。你说夹眼球吗？啊，这不是啊。搞我吓死了！等下我觉得这一柜有一点诅咒在哦。你现在有另一半吗？有啊，现在有另一半。当初他知道这一柜吗？他知道啊。他跟你交往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一柜了。就知道，所以他才摆了很多水晶在这里，想要可以闭上。这一柜也是你的珍藏吗？应该就是一些对吧？收纳。可以闻到一些。就是木头，是木头。哦，没有，你闻到的其实是福马林的味道，是标本的味道。这是什么？我猜想这是又是你世新师朋友，他们买的猪脚，然后没有，这是他们自己，对他们买猪脚，然后自己，他们之前有办个活动，他吃在猪脚上，对，把猪脚上面有一个佩猪，因为他们都办的活动，他们就是把就是很多猪的一些不同部位上面做刺青，啊，有刺的东西都很帅很酷啊，就是什么曼陀罗啊，还有像日式传统，还有水墨之类。我原本想要跟他要一些酷的东西，像曼陀罗这些，就他不知道他给我佩猪。这些收藏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自己就是喜欢就是这种类型的东西啦。同事不知道你有这些福马林，其实有啦 ，IG 上面多少都会有拍到家里的话，其实都会看到。那同事有说什么？对啊，就觉得没有啊，很酷啊。不过我想说，如果他们真的来看的话，应该可能不会有那么正面的想法。你有问过就是身边的好朋友们说你们有牙齿可以给我吗？这种有啊，之前有问过同事啊。同事有给你吗？同事说好，下次就都没给。你不敢让你同事来家里，倒是很敢问他们有没有。对啊，对啊，就反正基本底线彼此尊重嘛。哦，你有在收养肉植物？没错，我不知道可能是这里磁场关系，所以这里基本上养不太活。不是对啊，肉植物能够养成这样，没有活力。对，这一株2个礼拜前就想丢家，你们要来参访啊，先放。他们要干到这样很不容易。这是什么？龙与地下城吗？没有，这是魔戒2部曲双线行的场景。这个用那个宝玉龙，你自己做的？对，是自己做的。哇，是自己做的，我以为是外面买的模型。应该有点难买到吧，那么大一个。对啊，你很强哎。对啊，因为那时候很迷魔戒，就是他这就是宝玉龙，我就拿那宝玉龙切割机这样自己切。你那时候花多久做这个东西？差不多1个半月啊，那时候刚好待业，想要反正很闲。你愿意卖出这一套吗？但我觉得不可能可我可能就会当50万啦。50万我可以考虑一下。哦，再也不会相信男人的嘴了。他的漫画一样都是这种风格的哦，对，所以你都不看一些就是可爱的，对，或者搞笑漫画嘛，对，蜡笔小新啊。以前会看，都在老家，老漫全部在老家，不放这里就对了。这里不摆，这里要看要看回家看。话虽如此，小雨的内心还是有害怕的宝贝——俄罗斯鬼娃。这其实是我朋友他自己的生日礼物啊，那时候他刚收到的时候。他一开始摆家里觉得还不错，上去。不过过一段时间他开始把它默默移到那个他外面的那个门口鞋柜那边，他开始生灰尘。然后我那时候常去他家，我就觉得这摆在那生灰尘感觉有点可惜。对，我就说要不要你这东西直接卖我或送我？这种是这东西一开始摆进来我也觉得还不错，不过过2礼拜我也把它放到门口，因为感觉有点太邪门。连你都觉得有点邪门。对，我也觉得他好可怕。不止我觉得可怕，我那时候当初摆到那个门口之后，我邻居也觉得可怕。就那时候只要就不要摆，不是你摆在门口会扰民吧？真的很扰民，大家会吓到那时候就是我每次下班回来的时候，
就是会发现每次他们回来就发现他会被变反的，就是过差不多2个礼拜之后，就看到被贴那个字条，上面写着不好意思，就家里这类相关宗教的译文艺品，请放在自家内，我家小孩子看到会怕。于是，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请他把鬼娃挂到门上。那就先离开喽。OK， 好，拜拜拜。把它给我拿掉！现在！下一组受访者拿外送，刚好就被我们误打误撞地碰上。该不会就是他？就是，马上就看到。回家是不是？我们刚刚留下来拿个咖啡。哎呀，我们刚好在找到啦。弄丢，这位就是芒果酱的王牌经纪人香妮。哇！你刚才家里本来就一直在放音乐吗？对，没错。我不相信你是在家里还是一直听芒果酱吗？真的，我真的觉得他们的音乐很棒，请大家去听，拜托。原本以为芒果酱蹭的个性是乐团风格，没想到连经纪人也是一模一样。他这个套房，他贴到我都不晓得它的延伸那边还有一个空间，是不是？对那边有厕所。对，洗澡的地方。是你这里大概几平大？你知道吗？这边大概6平。这是雅房吧？这是一个套房。租金大概多少？租金6800。很便宜耶，真的很便宜，很便宜耶。 6800。老实说，我觉得它布置的很像一些文青小店哎。对，就是可以直接感觉。就台南的店。那一边就是比较多我自己画的东西，然后这边就是我自己做的，然后还有刺绣，什么芒果酱，芒果酱，芒果酱。芒果酱的篇幅也是蛮多的。这是我朋友的那个春联，哇，他如果知道有上的话，他就会超开心。他每一年都会画给我，他从大学画，就是每一年都会画，然后他都会画我很喜欢的角色，就是香吉士，然后咒术的狗卷，排球少年木兔的死神的平子贞子。我还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怎么样？我不确定是我单字记错什么。无尾熊的英文是叫 koala， 对 koala。但它是 koala， 这是故意的吗？不是，就是没有写对，不会写硬要写，然后写错想说算了，就这样好了。我一直很好奇，就是收藏很多的，你们会不会觉得难清理？因为像这里就是有一些灰尘，对啊，很难清。我刚刚有看到，我想说你们应该不会发现吧？怎么可能？那灰尘这么明显呢？我跟你说，因为我的近视，然后我长期就是不戴眼镜，所以我什么都看不到。他不清理家里的方式就是让自己不戴眼镜，就可以不用清理了。等于它自动套个滤镜。对。那我想问，为什么要买那颗 disco 球？因为我想要挂在上面，但是掉下来了。哇，是不是很棒？然后再来点音乐。这是你们要的内容吗？不一定。我拜托不要，好不好？我拜托不要，我说我后悔了。你要后悔的是让我们进入你家。香妮的房间墙上充斥着各种动漫角色，把所有的动漫角色都爱过一遍。你这样大家来会不会觉得你就是很不忠贞？就是你喜欢各种角色，你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这样？我跟你说，就是大家在现实当中，你没有办法劈腿，你就是自己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但是一部作品里面，你就只喜欢一个人，那就 OK 啊。就是我在这部作品里面也没有就是喜欢别人。对呀。你们追求的是一部作品里面。所以我在排球少年里面，我就只跟木兔谈恋爱。那如果我在 Eva 里面，我就只跟祖勋谈恋爱，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所以不可以一部动画里面喜欢2个角色。不行吗？不要被对方发现好了。其实朋友也曾经帮他画过他与香吉士的互动画面，也让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词——梦女。那你觉得你是梦女吗？我应该不算。我觉得梦女的标准是你要很愿意去为了你跟你喜欢的角色编织那个故事过程。你说你要写剧本，比如说我喜欢贞子好了，然后我就要编织一个说我在他的5番队里面当副队长，然后我的个性是怎么样，然后我跟他并肩作战，然后比如说我们要一起去对抗虚好了，然后他就会把我救下来，然后就是说，哎呀，你不是就是轨道不行吗？要加强你的什么地方啊？来走，我们去训练，然后就是什么之类的。你有想过吧？他这个剧本超完整你就是梦女本人。那他这个包包其实也是很显眼。
那你有那个吗？最近很夯的那个吉伊卡哇，你有在爱吗？哦，我没有没有特别喜欢。为什么没有爱吉卡哇？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喜欢。那这样子讲，有一天芒果酱真的变这个大家都喜欢的，你会不会就觉得哈，大家都喜欢。太多了？哦，我会觉得真的是太棒了。因为你没有曾经有时候你出个外景回来，发现有2个掉了。哦，他们就是那个芒果酱每次都说，我现在突然拿走一个，你也不会发现。对啊，我会发现。这里旁边的也可以开吗？这个吗？啊，不算了，我们先看厕所怎么样？好，看厕想说所。在这一个角落的话，那我可以打开啊。吓人吗？哦，这种叫身上人，我从此再也感觉不到快乐。什么意思啊？你们很辛苦哎。我在太平洋面前祈祷，我可恶啊，我可恶啊，我被弄了啊！我中计了。竟然连租屋大调查都被蹭了，可恶啊！所以你们刚刚在厕所待很久吗？啊，可以换我们去厕所。对，我们去旁边休息。休息啊！这里这个房间也塞太多人了吧？因为我们刚从上来到现在已经40分钟了，我们访问了一圈，看了40分钟，他们就在厕所待了40分钟。那为什么你不一开始就叫我们去厕所？想说这样比较自然。芒果酱9月17号就是发一首超级好听的新歌，然后我们就是下半年就是年底会有一张超屌 EP 要出，然后那个新歌就是第一发，然后就是作词作曲，月亮，哦，还有哇，哎，好还精刺绣致哦，哎刺绣哎，怎么那么精致啊？封面是不是？在外面买的，在外面买。靠呀，白痴哦！这段你们没有要放，我们刚刚走出来之后已经边唱了，这个机器感你们是剪不掉的，剪不掉的啊！谢谢租屋大调查首次被将军，还得是芒果酱。不过就在我们接着开箱香妮的厕所后，芒果酱出了第2道考题。香妮，刚刚我们在你包包上拿了一个东西。是哦，哦，他们很会自己做企划哎，真的耶，真无聊。他表生气，他刚刚很像那个反派角色，他就找不到了，表示你可能也不对啊爱了吧？代表你没有爱，你心里没有他。等一下，找不到就不用还了啦。对啊，如果真的有东西没有不见了，然后你没发现那个东西，我们可以把它丢掉吗？不行，不行哦，可是你心里没有他哎。对不起啦，但他现在是直接崩溃哎。啊，我真的没有，不要。好，再公布一个颜色啊，蓝色。我会发现，我说我后悔了。前几天才看到他的进化题。哇，你现在才发现，他在哭。对不起，对不起。你为什么觉得乌波他还不记得？没有，因为我觉得它很小，那边就很多东西。如果我拆一个徽章，超级危险，因为那个位置然后就是要找那种东西很多，然后他真的有在计划，这才是腹黑，哇，这是聪明，我才是智将，智将，我们是白痴，智障，说什么？烂人。不错，撑了那么多集，终于让你们出现裂痕了。结论：以上就是今天的租屋大调查。留言分享你的特殊收藏，也欢迎投稿你神奇的家。太 Original。